总裁老公带初恋坐商务座，却给我买站票。我没闹转身坐一试，到站后他发现我根本没上车，急疯了。高铁站商务候车室的玻璃幕墙透着冷冽的光，我站在自动感应门外，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蓝色车票。透过明亮的玻璃，我看到贺言慈正微微俯身，细心地为身旁的温若依剥开一枚橘子。她修长的手指剥去白色的橘络，动作温柔的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而就在5分钟前，她将我手里这张车票递给我时，指尖甚至没碰到我的手。晚星若依身体不好，坐不了太久。商务座只有2个位置，你委屈一下，去后边站一会儿。反正只有5个小时的车程，很快就到了。他说话时连头都没抬，眼神始终锁在温若依那张苍白却精致的脸上。我看着手里那张通往他老家的站票，喉咙像是被塞了一团进水的棉花，堵得发慌。结婚3年，我陪他从一无所有到如今的贺氏总裁。我以为我是他的软肋，可原来在他的权衡利弊里，我连一张坐票都不配拥有。言辞这样不好吧？陆姐姐毕竟是你太太。温若依娇弱地垂下眼帘，声音细若游丝，却恰到好处地让周围的人都能听见。贺言慈轻笑一声，语气里带着不以为意的冷漠。他身体好，以前陪我跑工地的时候，连轴转24小时都没喊过累。一张站票而已，他没那么娇气。他说的理直气壮，仿佛身体好和能吃苦成了他理所当然伤害我的勋章。我站在候车室门口，看着他们相谈甚欢，看着他体贴地为他披上外套。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眼前的贺言慈变得陌生至极。我低头看了看那张站票，那是通往他家乡参加他祖父80大寿的车次。为了这场寿宴，我熬了3个通宵，亲手绣了一幅百寿图，此刻就装在我背后的双肩包里。为了帮他省钱，帮他打拼，我习惯了节俭，习惯了退让，却忘了在这个男人的逻辑里，退让只会换来变本加厉的践踏。陆姐姐，你还站在外面干什么？快进来坐会儿呀，虽然你没买到这里的票，但言辞在这，保安不会赶你的。温若依抬起头，朝我露出了一个得体又炫耀的微笑。我没动，只是静静地看着贺言慈。我多么希望他能哪怕分出1秒钟的眼神看向我，看看我眼底快要溢出来的绝望。可他没有，他正忙着拿湿纸巾擦去温若依嘴角沾上的橘子汁。不用了，我开口，嗓音干涩的连自己都觉得难听。我突然想起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没办，我就不进去了。贺言慈终于皱了皱眉，语气里透着一丝不耐烦。陆婉星，别在这个时候闹脾气。爷爷的寿宴很重要，你晚点自己上车，别耽误了正事。到了地方记得给我发消息，我让司机去火车站接你。他甚至没问我有什么事，就直接定性为我在闹脾气。在他的认知里，我就像是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无论他如何冷落，我最终都会准时出现在他需要的位置上。我紧紧攥着车票指甲，深深陷入掌心，那种细密的刺痛感让我清醒了不少。我点了点头，平静地应了一声，好，我知道了。他转过头去，继续和温若依低声私语。我转身走向自动扶梯，没有回头。广播里开始播放检票的信息，候车室里的人群开始涌动。我看着那一对璧人并肩走向商务座专用通道，贺言慈的手虚虚地护在温若依腰后，那是我曾经最渴望的保护姿态。我走到垃圾桶旁，将那张精心保存的满载着我卑微爱意的站票慢慢撕成了碎片，然后松开手，任由它们落入深渊。碎裂的蓝色纸片在垃圾桶里翻转消失，像极了我这3年的婚姻。我没有立刻离开车站，而是坐在候车大厅的长椅上，看着那列载着贺言慈和温若依的高铁缓缓驶离。巨大的轰鸣声隔着厚重的玻璃传进耳朵，震得我心口隐隐作痛。我打开手机相册，翻到了最底层的文件夹，那里全是我这3年攒下的车票照片。每一张车票背后都藏着一段我自以为感人肺腑的往事。当初贺言慈创业最艰难的时候，为了省下1晚上的酒店钱，我陪他做硬座。绿皮车厢里充斥着汗臭味和各种复杂的烟草味。
我靠在他的肩膀上，即便腰酸背痛，心灵也是甜的。那时候他说，婉星等我出人头地了，一定让你坐最好的位置，看最美的风景。后来他真的出人头地了，却嫌弃我身上总有一股洗不掉的油烟味。再后来温若依回国了，他便开始理所当然地拿我的牺牲当成廉价的资本。就像今天，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曾经陪他打下的江山，却连一个商务座的座位都舍不得给我，真是讽刺。我自嘲地扯了扯嘴角，眼眶干涩得厉害，竟然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我点开微信，朋友圈里跳出了温若依刚刚更新的消息，照片里是商务座宽敞明亮的内景，窗外的风景被虚化，重点是他手里握着的一枚橘子，配文是他说无论走多远，都想把最好的留给我。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直到屏幕自动熄灭。曾经这些话他也对我说过，只是现在我成了那个被剔除出最好范围的人。我从双肩包里取出那幅准备送给贺爷爷的百寿图，那是苏绣我整整绣了90个日夜，右手食指上至今还留着密密麻麻的针眼。我原本幻想着在寿宴上，贺言辞能牵着我的手，向众人介绍这是我的太太陆婉星。可现在我明白了，他带温若依回去，本就是为了在那个最重要的场合，通过这种方式逼我退位。他不是买不到第3张商务座，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哪怕是在贺家最隆重的时刻，我也只能是个站着的人。我收起百寿图，起身走向不远处的快递柜，我将这幅承载了我最后一点希冀的作品直接寄回了陆家老宅。外公以前总骂我没出息，说陆家的掌上明珠不该去给人当保姆。那时候我总觉得只要有爱，什么都能克服。现在爱没了，我总得把尊严捡回来。我站在高铁站的出站口，冷风灌进脖颈，让我打了个寒战。我掏出手机，将贺言辞的联系方式一一拉黑，然后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模式。屏幕上弹出一条推送，是关于陆氏财团继承人归位的传闻。我看着那个熟悉的姓氏，深吸了一口气。贺言辞总觉得我离不开他，觉得我陆婉星是个没有他就会枯萎的凌霄花。既然他那么喜欢商务座上的体面，那我就让他看看，当他失去唯一的底气时，还能不能做得那么安稳。我招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没有去火车站，而是报了陆家老宅的地址。师傅，麻烦开快点，我想这趟迟到了3年的回归列车，我终于是赶上了。出租车在高架桥上疾驰，我看着车窗外不断倒退的城市景象，那是贺言辞引以为傲的商业版图，每一寸繁华里都有过我陪他熬夜做方案的身影。我从包里翻出一只从未用过的深色墨镜，戴上，遮住了那双因为长期熬夜和焦虑而略显疲态的眼。手机在兜里偶尔震动一下，那是贺言辞习惯性发来的短讯，或许是问我上车没有，或者是交代我下车后去买些温若依爱吃的点心。我没有看，只是静静地数着心跳。5分钟后，震动停止了。我知道他已经进入了那安稳舒适的5个小时航程。他太了解我了，或者说，他太了解那个曾经卑微到尘埃里的陆婉星。他笃定我会像过去无数次被冷落后那样，自己找个角落消化掉委屈，然后准时出现在他预设的终点，体面地为他撑起贤内助的面子。小姐，陆家老宅到了。司机师傅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付了钱下车，站在那扇厚重的朱漆大门前。这里的一砖一瓦都透着沉淀100年的贵气，与贺言辞那充满暴发户气息的现代别墅截然不同。我还没抬手按门铃，大门就从里面缓缓开启。年近70的管家陈叔红着眼眶站在门口，声音颤抖：“大小姐，您总算舍得回来了。”我鼻尖一酸，却硬生生忍住了。陆家的女儿哭给谁看？陈叔帮我联系法务部的张律师，让他带上离婚协议书过来。另外，把我的那部工作手机找出来，我要陆氏所有核心项目的进度表。我一边往里走，一边冷静地交代。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那里一尘不染，显然每天都有人打扫。我换掉了那身为了省钱而穿了2年的普通棉麻裙子，换上一身剪裁凌厉的黑色职业套装。镜子里的女人
眉眼间终于透出了几分陆家人该有的杀伐果断。我拿起手机，点开那款智能家居控制软件，那个名为云顶山庄的地址是我和贺言慈共同的家，至少在名义上是。由于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当初装修时，为了安全，我亲自设定了最高级别的管理员权限，并绑定了我的生物信息。我滑动屏幕，指尖停留在重置所有权限的选项上。结婚3年，为了让他有家主的尊严，我从未动用过这些权限，甚至让他以为他才是这栋房子的掌控者。但现在他带着温若依去回味初恋，那我也不必再守护这份虚假的体面。我点击了确认，屏幕闪烁了几秒，提示音响起，管理员权限已重置，已剔除副管理权限，当前仅支持本人生物识别进入。这意味着贺言慈那引以为傲的指纹和密码，在那栋价值数千万的别墅面前，已经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电子代码。我放下手机，张律师已经带着文件走进了书房。陆总，您想好了吗？一旦启动，陆氏对贺氏的所有技术支持和资金周转都将立即冻结。我接过钢笔，在离婚协议书的最后一页落下了名字。他既然觉得站票更适合我，那他就该亲自去体验一下那种脚下无根、摇摇欲坠的滋味。高铁在轨道上平稳疾驰，商务车厢内静谧的只能听到空调微弱的嗡鸣声。贺言慈靠在宽大舒适的真皮座椅上，手中端着乘务员刚送来的现磨咖啡。他侧头看了一眼温若依，她正盖着绒毯浅眠，长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看起来乖巧又无害。这种掌控感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舒心。他随手捞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出发后的2个小时。按照往常的习惯，陆婉星这时候应该已经发来好几条消息了，问他车上冷不冷，叮嘱他咖啡不要喝太多，或者汇报他已经在站票区安顿好。可今天聊天界面干干净净，只有他半小时前发出的那句：下车后在出站口左侧等我，别乱跑。贺言慈眉头微蹙，指尖在屏幕上无意识地敲击着。他心里泛起一丝极其轻微的焦躁，但很快又被一种莫名的自负压了下去。陆婉星能去哪儿？他那个人除了自己这个家，连个像样的社交圈都没有。言慈，你在想陆姐姐吗？温若依不知何时醒了，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柔弱无骨地靠过来。他一个人在后面肯定挺辛苦的，要不你给他发个红包补偿一下。贺言慈收起手机，语气恢复了惯常的冷淡，他不需要那些。婉星这人就是太死板，吃点苦也好，能让他清醒清醒，别总在这些小事上跟我拿桥。他始终觉得陆婉星是因为出身平凡，所以骨子里带着一种卑微的韧劲。这种韧劲在陪他创业时是利器，但在他坐稳江山后，却成了他眼中难登大雅之堂的穷酸气。他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这份由妻子牺牲换来的尊贵，甚至在心里自洽地认为给陆婉星一张站票，是他在这种高压商业竞争中对家庭权力的一种拨乱反正。他要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家的天，也是陆姐姐那么坚强，肯定能理解你的不容易。温若依眼唇轻笑，顺势握住贺言慈的手。这次回老家，爷爷要是见到我，会不会不高兴呀？有我在，没人敢不高兴。贺言慈反握住他的手，语气笃定。他甚至已经想好了，等寿宴结束，他会给陆婉星一笔钱，或者在城郊再给他买套小公寓。只要他乖乖听话，继续维持那个贺太太的虚名，他不介意偶尔给他一点甜头。至于陆婉星会不会反抗，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连1秒钟都没停留过。列车进入隧道车厢内的灯光瞬间亮起，照在他那张胜券在握的脸上。他甚至开始想象，等会儿下车时，陆婉星一定会拖着沉重的行李，满脸疲惫却又强撑笑意地等在出站口，接过温若依手中的小包。这就是他预设好的剧本，严丝合缝，绝不会出任何差错。贺言慈心安理得地闭上眼，在商务座的按摩功能中再次沉入梦乡。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在这个他认为万无一失的航程中，他所依赖的那座名为陆婉星的基石，早已从底部彻底崩塌。陆家老宅的书房内静谧的落针可闻，
唯有我敲击键盘的清脆声响。我盯着屏幕上的智能家居管理界面，那座曾经被我视为归宿的云顶山庄别墅，此刻在平面图上闪烁着冰冷的蓝光。贺言辞或许永远不会记得当初买这房子时，因为他名下流水不稳，是外公随手签了一张支票，将房产落在了我名下。这3年，我自愿退居幕后，将家里所有的密码锁、指纹库都录入了他的信息，甚至连管理员权限都默认由他掌控，只为全他那点卑微的自尊心。但我忘了，狮子一旦喂饱了，第一口咬的就是饲养员。大小姐，这是贺言辞近1年所有的私人开销账目。陈叔递过一份厚厚的文件，眉头紧锁。正如您所料，他从半年前开始就频繁动用您的个人信托分红，去维系温若依的奢靡生活。我接过文件，指尖扫过那一笔笔刺眼的数字。温若依名下的跑车，那套市中心的顶级大平层，甚至是他回国后那一身动辄100万的行头，每一分钱里都浸透着我陆婉星的血汗。他贺言辞慷慨大方，拿的却是我的嫁妆。我没有任何犹豫，点击了重置按钮。确定要重置管理员权限，并清除所有生物识别信息吗？系统弹出最后的确认。我点下确认，屏幕里原本标记为贺言辞和温若依的指纹模块瞬间变灰，然后被永久删除。在这个系统里，他们变成了彻底的陌生人。随后我拿起电话，拨通了云顶山庄物业经理的号码。王经理，我是云顶山庄6号院的业主陆婉星。从现在起，我的房产进入全封闭维护阶段，除了我本人，禁止任何人进入，包括之前持有临时通行证的贺先生。电话那头的王经理愣了一下，随即语气恭敬，明白陆女士，我们会立刻注销他的车辆自动录入信息和蓝牙钥匙权限。挂断电话，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那种感觉就像是亲手剥离了一层已经溃烂的旧皮。贺言辞总觉得他才是那栋房子的主人，觉得我不过是寄生在他羽翼下的菟丝花。那我就让他看看，当那层羽翼是我亲手编织的时候，我收回来，他会摔得多疼。我还没放下手机，屏幕上又跳出一条扣款失败的提示，那是温若依最喜欢的一家奢侈品思想店发来的催款通知，因为绑定的副卡已被我永久冻结。我冷笑一声，将手机扔在书桌上。这只是个开始。贺言辞此时大概还在商务座上做着奇人之福的美梦，他以为只要他回家推开那扇门，依然会有温热的饭菜和听话的妻子。他根本想象不到那扇他进出了3年的大门，如今对他而言比银行金库还要难以逾越。我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窗外陆家的花园郁郁葱葱，那是他贺言辞从未踏足过的领地。陈叔，准备一下，我要去见见贺氏那几个早就对贺言辞不满的股东，既然要拿回来，我就要拿个干净。列车行驶过半，窗外的景色从繁华都市变成了连绵的远山。贺言辞被温若依的一声轻呼唤醒，他微微蹙着眉，捂着小腹，脸色比刚才更白了几分。言辞，我肚子疼得厉害，可能是例假提前了。温若依声音软糯，带着几分委屈。我忘了带暖宝宝，药包也落在行李箱里，压在最下面了。贺言辞立刻清醒过来，有些手忙脚乱地安抚着，别怕，我这就让婉星送过来。他习惯随身带个大包，里面什么应急的东西都有。他想都没想，直接点开微信给陆婉星发语音，陆婉星，若依肚子疼，你现在马上拿2个暖宝宝去5号车厢连接处等我，顺便把你包里那个常备的药盒也带上。听到立刻回复。发完这条语音，他习惯性的等了3秒，按照以往，陆婉星几乎是秒回，甚至会直接问他要不要再带杯热水。可1分钟过去了，对话框安静如死寂。贺言辞眉头拧成了死结，心里的焦躁终于压不住了。他直接拨了个语音通话过去，却发现还没响铃就被自动挂断。他以为是高铁信号不好，又连着拨了3次，结果如出一辙。陆婉星在搞什么鬼？贺言辞语气生冷，甚至带了一丝薄怒。在他看来，陆婉星这种失职简直是不可理喻的挑衅。
言辞可能陆姐姐在后边睡着了，毕竟站着真的很累。温若依在一旁体贴的拱火，要不你亲自过去找找她吧，我这儿实在难受的紧。贺言辞站起身理了理西装褶皱，脸色阴沉的可怕，他能睡得着？我看他就是存心想闹。你等我，我这就把他叫过来。他既然爱站着，那就过来给你站着递药。他大步走出商务座，推开沉重的自动感应门，穿过宽敞的一等座，径直往后面的二等座和站票区域走去。他设想着陆婉星可能正蜷缩在哪个车厢连接处的角落里，一脸委屈地等着他去施舍一个眼神。然而当他从6号车厢走到10号车厢，穿过那些挤满了乘客、充满了各种气味的站票区域时，他的脚步越来越快，眼神也越来越慌乱。那些推着小推车的乘务员，带着孩子的旅客，背着大包小包的务工者，他一个一个看过去，却始终没有发现那个熟悉的身影，那个总是穿着简单朴素，总是安静的像个背景板一样的陆婉星，根本不在这些人群中。先生，请不要再过道停留。乘务员客气地提醒。贺言辞一把抓住乘务员的手，声音因紧绷而显得沙哑，帮我查一下，这张票的主人上车了吗？他颤抖着手翻出购票记录里的身份证号。几分钟后，乘务员疑惑地抬头，先生，系统显示这位乘客已经退票了。不对，是根本就没有核验入闸记录，他没上车。贺言辞像是被雷劈中了一般，整个人僵在原地。没上车，那个永远随叫随到，永远在原地等他的陆婉星，竟然在检票口就转身离开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像毒蛇一样瞬间爬上了他的脊梁。贺言辞失魂落魄地回到商务座时，温若依正皱着眉摆弄手机。他看见贺言辞空着手回来，正要开口撒娇，却被他惨白的脸色吓了一跳。言辞，陆姐姐呢？药拿到了吗？温若依试探着问道。贺言辞没说话，他颓然地坐回位子上，脑子里反复盘旋着乘务员那句没上车。他再次机械地拨打我的号码，回应他的依然是冰冷的忙音。他转而点开支付软件，想通过亲属卡记录看看我人在哪儿，却在点开的一瞬间，整个人如遭雷击。您的亲属卡已被对方解绑，您的额度已失效。紧接着，一条银行的推送消息跳了出来，那是他名下几张主要信用卡的预警，因为绑定的主账户，也就是我陆婉星名下的信托基金停止了授信，这些卡片的额度瞬间归零。言辞，出什么事了？温若依尖叫一声，指着自己的手机屏幕，我的卡怎么刷不了了？刚才我想在网上订那个限量版包包，系统说我的卡被冻结了。那张卡是贺言辞给他的，但只有我知道。那张卡的背后挂靠的是我陆氏的分红账户。这3年我为了维护他那点可笑的总裁面子，默许了他用我的钱去填补他公司的窟窿，甚至去养他的白月光。贺言辞死死盯着手机，呼吸变得急促。陆婉星，你疯了吗？你竟敢玩这种失踪的戏码来威胁我？他依旧觉得我在玩戏码，在他眼里我就算跑了，也不过是想博取他的关注。他反手给他的助理打去电话，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暴力，给我查陆婉星在哪，还有立刻联系银行，问问我的账户为什么会被冻结。贺总，电话那头助理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刚才陆氏财团的法务部发来了正式公函，宣布撤回对我们公司所有的技术授权和资金注入。还有银行那边说，您的资产证明中，云顶山庄的房产所有权人陆女士已经取消了您的资产共有人权限，现在您的信用评级已经跌破红线了。贺言辞猛地站起身，手机因为过度用力而发出细微的咯吱声。你说什么？陆氏财团？陆婉星跟陆氏有什么关系？他在这一刻终于感到了齿冷的寒意。那个陪他吃苦，被他贬低，被他丢在站票区的女人，名字叫陆婉星，而那个掌握着本市经济命脉、隐秘低调的陆家，唯一的继承人也姓陆。温若依在一旁听得脸色发青，她顾不得肚子疼，一把抓住贺言辞的衣袖，言辞，你在开玩笑对不对？陆姐姐不是个没背景的穷酸主妇吗？
他怎么可能是陆氏的人？贺言辞没有理他，他像是被抽干了力气，瘫坐在商务座那昂贵的皮椅上。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而他苦心经营的体面生活，正随着这张失效的信用卡和那个没上车的女人一起坠入不可控的深渊。他以为他丢掉的是一张可有可无的站票，却没想到那是他通往云端的唯一入场券。列车到站的广播响起时，贺言辞几乎是狼狈地冲下了车。他甚至忘了帮温若依拎行李，任由他踩着高跟鞋在后面惊呼。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陆婉欣在闹，他一定是躲在某个地方等着他去低头，去把他接回家。他顾不得爷爷的寿宴，直接打了车直奔云顶山庄。那是他和我的家，是他所有底气的来源。言辞，你慢点，等等我。温若依气喘吁吁地跟着他到了别墅大门口，脸上的妆容都有些花了。贺言辞一言不发，快步走到那扇熟悉的定制装甲门前。他像往常一样，理所当然地伸出大拇指按向指纹识别区。滴，验证失败，请重试。冰冷的机械音在安静的过道里显得格外刺耳。贺言辞愣了一下，抹了抹指尖的汗水，再次按了上去。滴，指纹不匹配，请使用管理员权限。他心头的火气瞬间窜了上来，手指开始剧烈颤抖。他改用密码输入，那是我的生日，他曾嘲讽过这个密码太过好猜。对不起，该密码已失效。大门纹丝不动，像是一座沉默的墓碑，将他彻底拒之门外。陆婉欣，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贺言辞彻底失控了，他疯狂地拍打着门板，声音嘶吼地变了调，你别以为玩这种把戏我就会怕你。把门打开，我们好好谈谈。周围的声控灯亮了又灭，唯独这扇门没有一丝要开启的迹象。言辞是不是锁坏了？温若依瑟缩在后面小声提议，要不找物业。话音未落，几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已经走上了台阶，领头的正是物业王经理。他看着贺言辞，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卑躬屈膝，反而透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漠。贺先生，不好意思，本房产的业主陆女士已经在2个小时前撤销了您的进入权限，根据规定，请您立刻离开。你说什么？贺言辞猛地转过身，揪住王经理的领子，双眼通红，我是这里的男主人，房产证上有我的名字，不，那是我太太的，但我一直住在这儿。抱歉，贺先生。王经理冷静地拨开他的手，示意身后的保安上前。陆女士特意交代过，如果您强行闯入，我们可以直接报警。另外，您的个人物品已经被整理好，寄往您的公司，请查收。贺言辞踉跄着后退了2步，身体重重地撞在冰冷的石柱上。他看着这栋灯火全无的别墅，突然意识到，这里从来不属于他。他能在这里呼风唤雨3年，仅仅是因为那个被他丢在站票区的女人允许他留在这里。当他收回那份允许时，他甚至连进门避雨的资格都没有。言辞，那我们现在去哪？酒店也刷不了卡。温若依带着哭腔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贺言辞看着这个他曾视若珍宝，甚至不惜羞辱妻子也要维护的初恋，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入骨的厌恶和寒意。他没有理会温若依，只是盯着大门，缓缓摸出手机。这一次他没有拨打电话，而是发了一条短信给那个已经拉黑他的号码，哪怕他知道大概率发不出去。陆婉欣，你到底在哪？半个月后，陆氏财团总部大楼，我坐在顶层会议室的主位上，面前是一叠已经签署完毕的资产收回确认书。落地窗外，整个城市的商业区尽收眼底。而在这片繁华中，曾经不可一世的贺氏企业正处于崩盘的边缘。陆总贺言辞在外面等了3个小时了。秘书推门进来，语气平静，他拒绝和法务谈，一定要见您本人。我放下手中的钢笔，指尖轻轻摩挲着那枚早已摘下的婚戒痕迹。这半个月我没有接他的任何电话，也没有看那些如雪片般飞来的求饶短信。我忙着整合陆家的海外业务，忙着切断所有对他的非法书写。让他进来吧。门被推开时，带进了一阵冷风。贺言辞走进来，
原本挺拔的西装此刻显得有些空荡，眼底布满了红血丝，下巴上的青胡茬让他看起来狼狈不堪，再也没有了半个月前在候车室里为初恋剥橘子时的那份优雅自若。婉欣，他开口，声音嘶哑的厉害，你终于肯见我了。我没抬头，只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贺先生，请坐。既然来了，就把离婚协议书签了。我不签。他猛地跨步上前，双手死死撑在办公桌上，目光灼灼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你是陆家的继承人，我以为你只是个无依无靠的普通女人。我以前那些做法，只是想在事业稳固前，只是想通过践踏我的自尊，来满足你那点脆弱的男性掌控欲，对吗？我打断他的话，抬起头，目光冷冽。贺言辞，这和我的身份无关，哪怕我真的是个无依无靠的普通女人，你给出的那张站票也足以判这段婚姻死刑。他张了张嘴，自嘲地笑了一声，就因为一张车票，陆婉欣3年的感情难道抵不过一张票？那不是一张票，那是你亲手递给我的阶级。我站起身，平视着他，你坐在商务座上，享受着我给你的资源，却理所当然地觉得我该站着。你养着温若依用的却是我的分红。贺言辞，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那幅百寿图是我最后一次想陪你回老家。贺言辞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身体微微颤抖。爷爷的寿宴那天你没来，我被陆氏的人当众带走了所有的项目授权。温若依因为没钱付酒店费，被扣在当地。婉欣，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的错是因为你发现失去了陆家的支撑，你变回了那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我将离婚协议推到他面前，语气毫无波澜。签了它，陆氏会保留你公司最后一丝体面，不至于让你负债累累。否则明天早上的破产清算，你会亲手毁掉你引以为傲的一切。他盯着协议书上的字迹，手颤抖着握住笔。他知道这不是商量，这是最后的通牒。就在他落笔的一瞬，我看到他眼角滑落的一滴泪，但那已经无法激起我心中任何涟漪。签完字你就自由了，去过你想要的带着初恋的生活吧，只是别再用我的钱。贺言辞最终还是签了字，在绝对的权势压制面前，他那点自尊心破碎得无声无息。走出陆氏大楼时，正赶上今年第1场暴雨。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着他失魂落魄地扎进雨幕里。没过多久，温若依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冲了出来，她狼狈地拽着贺言辞的衣袖，似乎在歇斯底里地索要着什么。贺言辞却只是粗暴地将她甩开，两人在雨中推搡。曾经所谓的真爱，在贫贱交加的底色下，显得滑稽又丑陋。大小姐，车准备好了。陈叔走进来，递给我一件薄风衣。我转过身，没再看楼下那场闹剧一眼。走吧。司机开着车平稳地行驶在湿漉漉的街道上。红绿灯路口，我的车与一辆极其破旧的出租车擦肩而过。我侧头看了一眼贺言辞，正挤在后座，怀里抱着那个被水浸透的公文包，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方。他大概是在去处理公司剩下的烂摊子，失去了陆氏的背书，那些曾经对他称兄道弟的合作伙伴，现在只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他以后也要开始习惯挤公交，做硬座，去体验那种他曾经认为身体好就该承受的辛劳。陆总后面那辆车好像一直跟着我们，司机低声提醒。我通过后视镜看去，贺言辞竟然从出租车上下来了。他不顾一切地在雨中追着我的车跑，皮鞋溅起巨大的水花，领带歪斜，全然不顾路人的指点。我按下车窗，示意司机减速，车子缓缓停在路边。贺言辞扑到车窗边，双手死死扣住窗沿，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糊住了他的眼睛。婉欣，我把所有剩下的资产都抵押了，我不要公司，我也不要温若依了。他声音发抖，带着近乎绝望的哀求，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哪怕让我去陆氏当个最底层的助理，只要能让我每天看见你。我看着他，内心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想起半个月前他坐在商务座里，理所当然地让我去站着。那时候他可曾想过，有些机会一旦错过，
就是万丈深渊。贺言辞，我以前陪你做硬座，是因为我觉得你值得。我伸出手，一根一根掰开他扣在车窗上的手指，动作缓慢而坚定。但现在的你，连站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有。你不是喜欢商务座吗？以后你自己慢慢买票，慢慢坐。我关上车窗，隔绝了他最后一声凄厉的呼喊。车子重新发动，将那个跪在雨地里的身影越抛越远。我靠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闭目养神。手机里弹出一条新消息，是外公发来的。星儿明天有个游轮晚宴，几个世家的长辈都想见见你，记得穿那件定制的礼服。我轻轻回了一个好字。这世上的风景很多，位置也很多。既然有人非要推我下车，那我就亲自坐上驾驶位，开辟属于我自己的航线。至于那些迟来的申请，在那张蓝色车票被撕碎的时候，就已经比草还要廉价了。故事完结，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篇见。